I'm 子琪 ，Welcome to my channel。今天这一期非常的特别，因为是讲述关于挑战 EBC， 我要如何准备。If I want to go to EBC Everest Base Camp, what should I prepare？ 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分享我自己的经验，血淋淋的在那边整15天，加上前后搭飞机，整整17天的行程，非常多关于我自己这一次准备的装备足不足够，以及哪一些是你们 you must prepare， 在这边分享给大家。Okay, so in this October, I just finished my EBC Everest Base Camp and Goguryeo Trek。我们搭乘小型飞机降落在跑道非常短，这500公尺的机场，而且也在卢卡拉被迫搭乘直升机回到首都，穿越了崎岖的山区，看到非常多壮丽的山河美景，同时也跟当地人有深入的 connection， 了解他们的 culture and life。So I feel very unforgettable and full of challenge in this trip。真的是对我的人生 very meaningful， 也是大的 upgrade 的旅程。So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I think it's very useful and you must know, you must bring to the track. It will be very helpful for you. 希望对于即将踏上旅程的你们会有所帮助。So the belonging is the sixth thing. Okay, sixth thing I think is very important, very useful. 我会放上了之前出发前拍摄的准备影片，以及后续我对于我准备的东西足不足够，哪些是够带到的东西，我会在这边做解释跟说明。距离搭上飞机还剩4小时，终于整理好我的行李。这一次的大多时间都是在山上。现在呢，就是我这一次将近1个月去尼泊尔，加上 EBC 路线还有狗友库的装备。先从爬山必带的药品装备开始介绍。我去药局自己买的猫药、止痛药、止泻药、肠胃痛的药、丹木斯、高山症的药，会再多吃表飞明，在国外比较不会肚子不舒服，还有晕车药。补充品我带了就是鱼油啊、钙镁啊、B 群这些基本，然后又可以让身体状态维持的补给品。我这边有多带的是 MyProtein 的 Creatine 跟 Pump。Creatine 是帮助修复 ，Pump 是增加体能的。我带的这个维他命 C 的冲泡锭，补充维他命 C。The first one is 补品。At first， 子琪这次带了非常多的补品，其实每一项 I think is very important. If you want me to say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you should bring， 我认为是以下这几项：1. 丹木斯，2. 红景天，3. 个人常备药品，4. 肠胃保健品，5. 咖啡因的补给品。依序来跟大家讲解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The first is 丹木斯。如果你想要安全，而且是非常身体棒，圣母峰基地拍美的照片，那你就一定要服用丹木斯。同行的医生有建议，不是在海拔超过4000的时候才吃，不是在你晚上头痛的时候才吃，不是在你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才吃，而是 the day before you go to Lukla 那一个晚上就要开始吃。吃法是早晚各半颗，自己实测，这个是帮助我预防高山症很好的预防方法，所以分享给大家。Okay, the second one is 红景天，可以提升血氧量，可以帮助你 hyper。我自己吃了是很像得到那个 Mario 的无敌星星，早晚各1颗，不要太晚吃。If you take it too late, you can't sleep. Okay, 这个要记得。The third one is 常备药品。There's no doctor on the mountain, so if you get sick, you don't have doctor, you don't have medicine, you will feel very terrible. 此期在山上其实后半段，大概第10天之后有被传染流感，所以其实那时候非常不舒服。我是靠着我自己带的那些药品撑到平安下山。推荐要带的是感冒药、发烧的药、治喉咙痛的、流鼻水的，一定要带。可以找你信任的家医科医生，或是你到药局买都可以，多备都没关系。身体健康平安最重要。The fourth is 顾肠胃的保健品。尼泊尔的细菌跟水质其实我们非常的不熟悉，我们同团的团员在前几天就有拉肚子了 ，but luckily 子琪没有任何肠胃不适的状况。Maybe is the 顾肠胃的保健品帮我 hold 住我的肠道的健康。The fifth one is 含咖啡因的补充品，这次带了 MyProtein 的 Pump Pre-Workout 的 Gummy 小软糖。You need to work like 6 to 10 hours per day. It's a very long time to exercise, to working. To get a good energy is very important. OK， 这是子琪没有带到，但 Hans 有带到，就是咖啡粉。如果你是喜欢喝咖啡，你需要咖啡来提神的人，咖啡粉非常的重要。你可以带即溶的那种咖啡，把它倒到夹链袋里面，水神泡一壶。当你觉得 Oh my gosh, I'm so tired 的时候，再就会马上非常有精神，这个大推。Second one is 服装。好，换边咯。现在呢就来介绍服装。OK， 服装的话，因为是爬山嘛，然后我是大概10月多去爬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晚上的温度会到0度以下，保暖御寒就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是爬山，切记就是要洋葱式的穿法。在底层呢是运动内衣，外层会加上 T 恤，一件是我身上的，一件是另一件是 Smart Wool 的，或者是羊毛衣，这个就是依照当
下你的体感的感受。外层再加上软壳外套是小狐狸的软壳外套之外呢，再加上羽绒外套，羽绒外套是 Mountain Hardwear， 羽绒系数有到1000，所以应该是蛮足够御寒的。外面呢再套上一个 Hufflepuff 的雨衣，防风啊、防雨都非常的适合。下面呢，我是带了3个裤子 ，Hufflepuff 的登山裤，另外2件呢就是普通的 legging， 保暖的长裤，晚上预防用。我也多带了一个头巾来防风防寒，防止头部着凉是预防山症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所以毛毛带了2个 Mountain Hardwear 的手套、臂带，让4肢末梢来保暖。羊毛袜呢，我带了3双，一般的运动袜带了2双，压力袜带1双，睡觉的时候穿。带一个绑腿，海拔5000多开始会到中年积雪的地方。墨镜我带了2个 Vibe 的。OK， 然后自己的眼镜也带了一副，出国别忘了要带自己的眼镜哦，如果近视的话。穿着合适的服装不仅能提升行走的舒适度，更是保护自己的一道防卫线。On the video, what I bring, I highly recommend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to bring。无论是外套、羊毛衣、羊毛袜、登山裤，我都建议你一定要带。尤其大家容易忘记，但是感受度非常高的，就是抗紫外线系数高的墨镜。其中有一天，我们台湾的向导他的墨镜掉了，整个下午他都只能看着地面，他无法直视前方，因为高山的紫外线非常的强。像我在后面几天呢，因为连续晒太阳，我的嘴唇整个肿起来，晒伤，非常的痛。无论我擦几层乳霜都没有用，而且就算是我有戴着哦，其实我到后面几天眼睛仍然感觉到非常的酸涩，以及充满血丝。I think I forgot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hing is 贴式暖包，因为在早晨太阳还没起来的时候，其实温度非常的低，非常冷。这个时候你有贴式暖包，其实可以让你的身体快速开机，迅速的进入一整天健行的状态。The third one is 装备。头、身、脚的介绍完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鞋子。好的装备可以让你走得很舒服，又非常耐走。这一次的登山鞋 Salomon 的，然后他们最新款超帅的，非常像的球鞋。这一次会穿着这一双去，除了登山鞋，可以再自己带一双凉鞋，到山路的时候可以换着比较轻巧。帽子呢，我有另外再多带一个遮阳帽，可以选择这种渔夫帽，好折叠、透气材质的。睡袋呢，我也多带了一个，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因为我很怕冷，我要带的保暖一点。好，这是我的小旗子，我到时候会自己带去。我这次会背的登山包，就是神秘农场的 Mad Class， 非常喜欢它的这个狩猎系统，因为它可以负重非常的重。我选择了这一个系列，它可以帮我负重，然后又好看，重点是帅气。这个沙色、芒棕色真的是太帅，所以这是我这一次会背去的登山包。除了大的登山包之外呢，我还有一个小包，一身小包包。它就是这样子非常小，其实我这个扣子呢可以扣在我的登山包的胸带那边，是当做一个辅助的搭配。其实高山上高度非常高嘛，又非常的算偏僻，所以我已经做好根据17天吃素的打算了。带了这一大包，总共带了30包 BodyGo 的高蛋白粉，那它非常好冲泡，大概也只要150到200 CC， 用水下去搅一搅就可以了。在高山上长时间维持住我的蛋白质摄取量的一个小秘密，然后推荐大家可以买这种包一包装的，国外旅游非常的方便。UP 出的这个能量胶，自己带了15包，等于是1天1包，在我觉得可能比较疲惫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摄取补充品。是我在医药本铺买的，建议大家可以买厚的湿纸巾，保水度高的、大张一点的，当做擦身体第一层湿纸巾。会香香的湿纸巾，你就可以在第一遍的湿擦完之后再擦在身体上面，就可以让它香香的。大家可以使用看这个方法，身体可以维持在是一个干燥的状态。带了非常多的口罩，各家的满都道路大多都还是泥土，没有说像台湾的路面这么的平整，会在那边是尘土飞扬，防止自己吸入脏空气的一个方法。非常方便 Mata 的软木球，在山屋放松肌肉的时候非常好方便，然后还有非常的轻巧，因为上面很冷，就是你可以装热水，然后在山上冷的时候喝，颜色非常漂亮。这次是我带去 EBC 行程的保温壶，其实我都觉得蛮重要的，尤其在高山上特殊的环境，你拥有一个好装备，其实就是让你大加分。以下呢有7样东西是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非常必备的。The first one is backpack， 你可以携带公顶包、小的登山包就好，因为那边有背弓可以帮你背装备。到当地会有一个大包包，可以把你觉得不需要随身携带的东西放进去，请背弓背。一个人的扣打是15公斤，如果你有摄影器材，或是你想要像子琪一样背大包的话，你是可以试试啦。其实我走到后面的时候，我看到大家背小包包，我都好羡慕。但是你知道，我要装相机，又要装 GoPro， 又要装很多摄影器材，所以我就
一天扛起大包包带着它。Second one is 睡袋，觉得怕冷的你一定要携带睡袋，因为在海拔超过4000度，晚的气温大多都会降到0度以下，是非常冷。山雾的时候，那个棉被啊，其实都会湿湿的。盖棉被的话，其实会很冷，所以建议携带一个睡袋，舒适温度可以到-5度的睡袋，会是让你在高山中睡觉非常棒的一个选择。OK，the third one is 好走的登山鞋，轻盈黄金大底，能够保护你脚踝的登山鞋非常重要。我们这次同团的团员有一个女生，她穿到比较硬的鞋子，她后面几天其实脚后跟都起了水泡，也淤青，我看了真的是很心疼，只能贴卫生棉来勉强的止痛。子琪穿的这一双呢，其实那时候来不及训鞋，但是它在山上非常的好走，帮助我在这15天当中能够有非常好的运动表现，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登山鞋上对自己的双脚好一点。The fourth one is 热水瓶 is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for girls. When we come back to lodge, what I most expect is refill the hot water so you can warm your body every time, especially for girls, you know, to keep your body warm is very important. The fifth one is 能量胶，满咖啡因以及能够迅速补充果糖。这次带的是 UP 的，我自己觉得很好吃。其实爱的是海盐莓果，那 Hans 喜欢的是 lemon， 推荐给大家。The sixth one is 湿纸巾跟粉扑状的干洗法，因为在山上非常的冷 ，easy to get cold， 你不太会想洗澡，洗头呢是被禁止的，因为头不容易干，然后水又很冷，其实那非常容易引发高山症，所以这个时候有这些小法宝就非常的重要。最后一个就是 mask 口罩，加德满都的空污非常的严重，那时候回来一直咳嗽，医生就说你的呼吸道急性发炎了，其实就是因为空污的关系。戴口罩可以预防空污，山上如果冷的时候戴着口罩也能够帮助你防寒。The fourth is 体能，想要在这边跟大家特别分享的是，我自己走完这一趟，这个行程真的没有这么简单轻松，好像就是我平常有运动，然后我就可以完成这趟行程。No， 为什么在这边要就是这么严肃呢？因为我想要呈现非常真实的。虽然我平常都有体能训练咯，但是高山上的环境不稳定的因素非常大，我仍然感冒，仍然发烧，需要在后半段靠着意志力以及药物来撑完全程。我自己个人觉得做的准备已经算非常充足了，但身体仍然会出现一些状况。那既然我们都花时间来想要完成这个自我挑战了，所以自我的体能状态也必须要准备好，对不对？那这边就跟大家分享出发前1-2个月做的一些体能训练，长时间的有氧运动。If you want to go to running at least 30 minutes, or you can run for like 1 hour. It's okay, it's up to you. 任何的有氧运动都可以，重点就是提升你的肌耐力以及肺活量。肌力训练 like workout， 无论任何年龄，你做肌力训练都是对于身体非常好的。我建议臀腿、核心、背肌这些可以特别加强训练。有良好的肌力，就会有良好的运动表现。出发前1个礼拜去做高度适应。出发前1个礼拜呢，你可以挑2天1夜到海拔3000以上的高山去爬一爬、睡一晚，为的就是让身体在出发前可以适应一下高海拔。那子琪是去合欢山，我运动完之后，通常都会有习惯去躺高压氧舱，帮助我们身体快速修复。在出发前也有去躺高压氧舱。以上这几个呢，就是子琪在出发前做的自主训练，都很推荐大家。The fifth is 路线，制定合适自己的路线，可以让自己走起来舒服、开心，又能够达到挑战的效果。我自己这趟行程呢是走15天的路线，大致上安排如下。那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体能来跟向导做协调。这个路线我自己走起来，我觉得算是适中，是在体能的极限边缘。你会走得很累，但又不会到崩溃，然后每一天的体能又会越来越好。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体能来跟向导做不同的协调。The sixth one 总花费，相信大家一定都会很想知道，子琪去了这趟行程总共花了多少钱？自己做音效。揭晓，这一次爬山总花费约12万台币。这一次是跟台湾山水与浪人的团，今年的价格应该是最优惠的价格，明年好像就有所调涨吧，但今年算是最优惠的。山水与浪人的这6万5包含了向导费、加德满都来回卢卡拉机票的费用、入山费、登山期间的早午晚餐、山屋的床位、海外登山险的费用以及许可证，总 total 就是6万5。以下呢是我自己额外的花费。机票呢，从台北到加德满都，我是买 Air Asia 在马来西亚转机，来回机票是19544，签证呢30天的话是50美金，因为我们要在马来西亚转机是要过夜的，所以我们在机场的饭店呢，一个人是1000，2人1间。额外后续我们再包给背公的小费是1500。从卢卡拉机场搭直升机回来到加德满都的费用是17000，因为卢卡拉机场非常常停飞。如果你不想要花额外的时间等上山或下山的话，那直升机可能就会是你的选择。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预备个美金，或者是记得携带一张可以在海外刷卡的信用卡，来以备不时之需。子琪又额外花了500美金，在山上可以买自己想要的纪念品，在加德满都也可以使用。所以总 total
就是120592，大约就是12万台币，提供给大家参考。So this is what I prepare for EBC and the 6 things you must know before go to EBC trekking。从圣母峰基地回来之后，更了解当地的气候，也对于这些事前准备有了更深的体悟。希望子琪的这些分享能够对于要前往冒险的你们有所帮助哦。圣母峰系列的挑战影片第1集就到这边啦。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or everything you want to know, please leave a message on the below. And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my channel and take adventure together. 谢谢大家的收看，子琪不在家，子琪 not at home。下一集我们要一起挑战前往圣母峰基地营喽。下一集再见，拜拜。所有我建议大家带的装备都会放在后面，大家可以截图做使用哦。